Hello， 大家好，这支影片是我阅读依晨老师的小学生学习诊疗室之后，把书里头很棒的概念转化成我们在家庭日常里就可以实际操作的方式。那里面也加入了一些我们家的真实练习跟案例，希望能陪着各位爸爸妈妈一起更理解孩子的学习动力。你是不是也常常有这种感觉啊？孩子明明就知道功课要写，事情要做，但他人就是不动如山。你已经讲得很温柔了，他去回你一句“我不要”，那时候真的会觉得很无力耶，心里头就会有很多小剧场。是不是孩子不够努力呀？还是我哪里教的不好？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我想是所有家长都会遇到的世纪难题。真的，我们都很容易不知不觉就掉进这个循环里了。一开始是温柔的提醒，后来就变成有点不耐烦的催促，到最后可能就变成带着情绪的责备了。然后孩子的反应也从好啦等一下啦变成沉默，甚至是直接反抗。这个循环真的超级累，而且亲子关系好像也越来越紧张。但如果问题的根源根本就不在这里呢？好，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就来聊聊一个，我觉得书里面提到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核心解方。这个方法不是要我们去修理孩子，而是先调整我们自己看事情的镜头。你看很多时候啊，问题真的不是出在孩子身上，而是我们看他的那个镜头啊，可能需要换一下了。我们常常会不自觉的用一个很狭窄的镜头，只看到他没做到的部分。那如果我们换一个镜头，一个叫做丰富的眼光的镜头，我们看到的世界还有孩子的样子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哦。所以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的丰富的眼光到底是什么啊？其实它就是一种刻意的练习。我们要试着看穿孩子表面上的行为，像是拖拖拉拉，好像不专心啊，去看到他底下那个哇原来是这样啊的那个正面动机，他付出的努力，还有那些很棒的特质。这不是要你盲目的称赞，而是有意识的去看见。好，为了让大家更好懂，我直接用一个我们家最近活生生的例子来贯穿接下来的所有说明。这个案例就是孩子最近常常拖延洗澡时间，结果睡觉时间也一直往后延。一开始我真的理智线快断了，超想直接说你为什么又在拖拖拉拉的。但就在我快要爆炸的那个瞬间，我提醒自己，停一下，换上丰富的眼光看看。结果你猜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的根本不是拖延，我看到的是一个小小的创作者，他正全神贯注地在画画，在设计他脑袋里面的游戏。他甚至很兴奋地想要跟我分享他的创意。那一刻我才发现，哇，他不是在偷懒，他是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里充满创造力，而且很愿意跟我分享的孩子。当然啦，这种看见的能力真的需要练习。像我自己啊，还弄了个像这样子的记录表，每天只要花个几分钟，写下一件我用丰富眼光看到的事情就好。这个练习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训练我们的大脑，不要老是盯着问题看，而是去寻找孩子身上的宝藏。OK， 所以当我们学会用这个新的眼光去看孩子，接下来就要来理解为什么看见这件事这么有魔力。因为啊，它直接打中了点燃孩子内在动力的3个核心按钮。好，这3个听起来有点专业的需求，分别是胜任感、自主性，还有关系感。用白话文来讲就是我做得到的感觉，我可以自己选的自由，还有这件事跟我有关系的连结感，是不是听起来亲切多了？而且他们每天都在我们家里发生哦。好，那光知道理论没有用，我们来看看在家里到底可以怎么做，把这3个核心需求变成家长马上就能用的版本。首先是胜任感，我们可以练习把你好棒哦这种比较空泛的称赞换成更具体的说法，像是我发现你刚才自己把题目看懂了，这表示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很不错哦。再来是自主性，这招稍好用，就是给他有限的选择，不是问你要不要，而是问你想先写国语还是数学。最后是关系感，就是要把学习跟他的人生连在一起。像你看，学会分数，下次跟好朋友分披萨的时候，你就是最公平的小帮手啦。好，心法我们懂了，
底层逻辑也知道了，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手把手实作教学。我把书里的方法变成一个在家里就能马上用的黄金3步骤。不过，在开始之前，有一个超级无敌重要的前置步骤，就是先看看我们自己。在开口跟孩子说话前，先深呼吸一下，问问自己，我现在的心情是焦虑还是平静的？我是真的想引导他，还是只是想控制他？只有当我们自己先稳下来，才能真正启动丰富的眼光，不然接下来的步骤都只是空壳子而已。OK， 当我们准备好了，我们要用的方法就是鼎鼎大名的三明治对话法的家庭应用版。你看，它就像一个好吃的汉堡或三明治，有上下2片面包，中间夹着超丰盛的料，每一层都有它的作用哦。好，第一步，也就是最底下那片面包，就是只说事实，不加评论。记得哦，是说出你用丰富眼光看到的事实亮点。回到刚刚那个洗澡的例子，我就会走过去，很平静地说：哇，我看到你超专心在设计你的游戏耶，连地图都画好了。你看，这句话只是在陈述事实，孩子会觉得被看见，而不是被骂。再来就是中间最精华的肉排跟起司啦，也就是把事实跟优点连在一起。我会接着说，这表示你真的很有创造力，而且好喜欢跟我分享你的点子哦。这句话一说出口，孩子的胜任感跟关系感就立刻被满足了。最后盖上上面那片面包，我们要邀请他一起想办法。注意哦，是邀请，不是命令。我会问他，那我们一起想想看，你想不想要先把这些超棒的点子赶快记下来，免得等一下洗澡就忘记了。你看，这个问句就把选择权还给他了，这就是自主性，也让他觉得我们是同一队的。我知道，听起来好像步骤很多很复杂，对不对？但其实你仔细想想，整个转变的起点，真的就来自于一个很小的念头，就是我愿意先看看孩子好的地方。这个练习今天晚上就可以马上开始。当我们开始这样的练习，亲子关系就会慢慢的从原本那个让人超心累的提醒、催促、责备的死胡同里走出来，然后一起盖一座通往合作的桥梁。这真的不是什么神奇魔法，而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信任感。对我来说，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把我的关注点从我的孩子到底够不够努力啊，转移到问自己，我的孩子有没有感觉到自己被看见、被理解、被信任了。所以你看，最关键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当我们愿意用更稳定、更丰富的眼光看孩子，孩子也会慢慢学会用同样的眼光看待他自己。所以今天我想邀请你试试看，今天晚上睡前花个1分钟就好，用丰富的眼光回想一下孩子今天发生的一件小事，然后把你看见的那个亮点轻轻的、温柔的说给他听。让我们一起陪着孩子把学习的节奏调整成一个充满力量的旋律，